上一期我们第一次去绿岛玩，入住海洋童话民宿，面海边间，体验浮潜，之后就是美食，然后去潮间带玩。今天我们半夜4点就起床了，看日出。第一次叫他们起来那么早，外面还是黑的。4点19，整个街空无一人了。我们往绿岛的东南端朝日温泉骑去，一边骑一边看着阳光升起了。大家要赶在日出前到达目的地。都到了，刚好到了。陆陆续续很多游客也到达了。走。建筑山雨，我们仔细看那个天空的变化和那个海滨。OK， 我们到了。它这地方晚上不开放人家进来。世界罕见奇景，海底深处涌出了地热温泉，经由岩石细缝冒出海面，因此在海岸边形成了天然的温泉池。太阳要出来了，哇，这个味道，温泉的味道。蛋放哪里啊？篮子里，就是下雨。就才留意到煮蛋原来是在这里。哇，外面也有人呢。哦，找到了，山上。跟朋友一边聊天一边看日出，浪漫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太阳完整出现后呢，我们大家就被晒得赶快离开了。这边煮温泉蛋，哇！我要站到后面。滚嘎！那你叫日出的时候很好看，然后现在好刺眼，哇，够就怕呗。你这剥蛋的鸡哇，没有熟哎。我的也没有。多少钱啊？半生熟，好腥哦。不会，你看它刚刚好，不用煮啊。熟了吗？那天然的咸味啊，倒在碗里。好香。好，这就是传说中的朝日温泉。在绿岛呢，就是整天都泡在水里了。这边有一个朝日温泉咖啡书屋，卷子留一下名字啊，那么有名，对不对？来，请签。好，大家来找哦，然后拍照留念这样。绿岛来找找看啊，寻宝一下，就不呢。没有说明年来这一夜还这样。都没有。Nobody care。我跟 Victor 还有慧文，我们要上去那个上面应该是大草原吧。我们3个人没几分钟就爬到了山上，这里真的很夸张。嗨，哦，比较小。哇，他们真的腿软了哎，这样子软啊！哇，好看哎！哇！哇，这边 view 更好哎！我天哪，真的看日出很棒哎！哇，糟！今天我们在那看日出，然后现在我们站在这的感觉，各位啊，真的好美！这是台湾哎，绿岛哎，国旅还是很棒的，对吧？哇，有羊的！哇塞，边的，我把我手机下去啊。好像蜡像哦。哎呦，好像哦。蜡像。OK， 我们去吃早餐，现在居然才7点钟。今天早餐不错，每天早餐都不一样。我们终于要去绿岛山庄，就是绿岛的监狱啦。Let's go！ 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过。听了一辈子绿岛以前是监狱，我才第一次来参观，一探究竟。哎呀，灭共复国，就是要反攻大陆的感觉。
国家人权博物馆。跟大家介绍一下，边走三爷，看，这个就是绿岛的监狱。以前那个监狱的大门是那个绿色的大门，所有要被关到监狱的人就会必须要经过这个拱门进去。这是必经之路，你要去那个监狱，一定会走这个洞穴。被发现状况之下，他们逃狱出去了。哦，他们逃到山上去。进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之后，就会有导览员详细的介绍给我们听，强力推荐一定要专心听啊！我们参观了当时被关的地方，现在要叫他们政治受难者，一个时代的园区。这个绿色的铁门是什么？对于政治受难者来讲很重要，因为进出都是靠这道绿色大门。从绿色大门出去向左转，也就是往你们打水的方向。给我进去 ！Jesus， 哦，一边参观当时关犯人的环境，仿佛能看到当时现场的样貌。这些人并不是暴力犯罪，而是因为被政府认定政治立场不同和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遭到逮捕监禁。各位观众啊，他这边就是一个房间住8到12个人，政治受难者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放风时间，随意的布块将马桶用马桶的水洗衣服，把那个马桶用个布还是什么把它堵住，然后水满的时候再把那个水捞到那个桶里面洗衣服。但如果我把它洗成这个，冷气。哦，好爽哦！在这里有打造模型，还原当时监狱的样貌。我觉得这里一辈子至少要来了解一次，尤其是我们这一团里面的4年级生呢。令我意外的是，他们说这趟旅行最喜欢绿岛山庄这次的行程。它这个比例太真了啦，真到我们真的会觉得很像。Victor。OK， 今天是第几天啊？第2天，第3天吧。哎，我手机呢？完了，这头脑。现在我们要去中寮渔港，它是一个荒废的渔港，听说是非常的待见。这是什么形容词？词穷的。这样说好了。整个绿岛 for 超级新手，像我们这种的，就是去浮潜，就是中寮渔港。Let's go！ 太好玩了，你看，这就是一个超级深的一个泳池，还可以浮潜，还可以游泳，机车就停在这。现场有很多新手水肺潜水员，港口外有很多自由潜水和 SUP 玩家。我也来跳一个。这里真的很赞，可以练习跳水、潜水，算是各种水上活动的新手村。而我这次爱上玩自由潜水的。回来冲淡水，这几天就这样子玩海，然后回来冲淡水，玩海冲淡水，哇，舒服。OK， 去淡水。反正也不用弄太干，反正明天还玩海，意思一下就好。OK， 好玩。OK， 我们在往语义潮间带，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干嘛。现在等 Victor， 有点赶，所以我们今天晚餐就这样。活动结束后，我们再去吃啊。明天睡晚一点。哇，这活动很多人参加哎。我们参加夜间潮间带导览活动，我们大家出发到中寮渔港右侧的海滩上，就是一堆人啊，在沙滩这边
都会有一个教练带队。这个活动就是介绍所有潮间带会出现的生物，让我们大家都长见识了。比较多了，来，我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鱼了，哇，小鱼耶！来到这边啊，教练也没什么好送你们，有没有人想要吃看看的？哎，这是小丁香啦哦，小丁香，可以试看看。我帮你拍车主吗？不用不用。等一下。阿弥陀佛。慢慢咬，慢慢咬。没吃完。哎，你咬到最后它会是甜的啦，有一点点腥味。有腥味啊！哎，怎么样？它会动吗？然后你慢慢咬，咬到最后它会是甜的。刚咬下去可能会有一点点苦苦的。对的。还不差，就是慢慢咬。这好吃。对啊。鱼船你有吃吗？浓。你不要一直拉这个吊。不觉得你敢吃？好吃。有没有吃过这个万岁牌杏仁小鱼？有没有？哎，就是它哈。晚上才有。因为它有一点点趋光性啊哦，晚上才会上岸哦。那下一道菜是什么？下一道菜，这是活的。其实我不敢吃。好，一个照一个挖。可以吗？好，有沙洞就可以挖了。这可以吃吗？这个沙，这个太小只了，没有人吃。没有人吃啊。救命！哎，哦，慢点，飞扑，慢点，上去它就不动了。来，就可以。拍呀！我的天！哇，专业的。係咁騎喎。哦，兩邊。抓2天。对，这只是母的。我看一下它肚子。怎么样？对，它是这样子半圆形的，就是母的。好，把它放了哈。哎，拜拜，拜拜。哎，还不走是怎样？哦，好大哦。哎，就会一直这样子。没想到潮间带会出现很多有毒的生物，总之越鲜艳，有毒的几率就越高。哎，它为什么会叫狗头鱼？长得像狗。对不起。哎，没有错。来，你看，我现在把它身体挡住啊，你光要看它的脸，有没有像小狗？有没有？你看，有没有像小狗？呸！对啊。啊，所以它哇，那个好大哦！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也是海胆，那个有一个很大的。娃娃鱼，可以。哪有娃娃鱼？天哪，这个我们前场看看。天啊，肚子好饿。哎，斑点的斑，短毛的毛，斑毛参。哎呀，那它是所有海参里面含水量最高的，因为它就只有一层皮而已啊。这个是最高级的海胆。我们去海边就专门找这个。OK， 回来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夜游活动，就是所有车子一起环岛，我们自己去夜游。哎，拿好。夜游，然后找一个无光害的地方，大家在那边看星星、看月亮。哦，前面那就是小长城。啊，都看不啦，不去吧。好。这个月亮的倒影，哇，太美了吧！ Good morning, baby。今天是最后一天玩水了。哎呀，最后一天玩水，今天要玩好玩满。哦 ，Jesus！ 你看看得到台湾了，白天，这个就台湾。啊，这次感觉浮潜活动还是意犹未尽。我们随机的询问旁边的一家水清家潜店，感觉相当好。OK， 我们今天在水清家的这个潜水，我们就到柴口水清家，他们是一群态度亲切的年轻人。 相当清楚我们的需求，不会硬要你穿厚重的防寒衣，或是规定东规定西啦。深知游客还是喜欢更多自由的探索，而不是只是抓着泳圈跟着教练浮而已。
还会主动跟小孩互动，小孩玩得也开心。已经有问了哪一个游泳最厉害，那我要问昨天去玩水的时候谁最紧张？我不紧张。你不紧张，还有谁？我有点紧张，很好。有点卡住了。太矮了是不是？没关系，我们飘着一样。好，我们准备出发。我觉得有口袋的泳裤很重要，就教练他们的口袋都有那个3年式的口袋，至少。需要我吗？啊？需要我帮忙拿东西吗？这个东西，这个，谢。你为什么当着我面前？教练扶着我了，教练扶着我了。昨天明明很会浮潜，要看人家教练的那句。再慢一点。不要在这边等所有人到你小艇出去， Emily， 怎么这样子？老公在后。教练说只要在泳圈附近，随便我们怎么玩，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自由。潜下去，1、2、3。这温度差好多，这里凉的，到那边好热。那边是我尿了，我尿在那。好，自由活动的大家全部靠过来，哥哥靠近我，我们要在水面上拍一个大合照。哎呀，合照哦。脱救生衣，然后让我们尝试自由潜水，有没有什么技巧？技巧等等说，刚刚有说第一个你可以尝试的事情是完全垂直向下，对，它的力量会比较集中。帮你回来。现在大家在玩自由潜水，超好玩的。他意思是说，你下去1层，要排除掉吹气的，对，要排除掉再下去1层，你不能每个硬下去。我要把360丢掉了，我要下去啊，下去，然后我去捡。下游的过程中还要捏鼻子，排掉耳压，不然耳朵很痛。啊，完，这个大概有几米啊？这里大概5、6米。我可以的。 OK， 我们要回去了。泡多少？就是如果谁想要练自由潜水，把自己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丢下去。水清家呢，是我们随机找的潜店，他们人好到了，我想帮他们宣传一下，真的不是业配，我会把他们官方 LINE 放到荧幕上，有去绿岛的可以找他们。小孩提早上岸呢，甚至还有人帮忙顾小孩在潮间带里面玩。啊，机械，着装完毕，我们大家都已经洗好澡了，但已经不用再玩水了。我们把所有玩水的东西都放在外面，给它晒干，哪怕半干，明天都好收。吃饭呢？出门了。你脸没有放下来。我在外面等啊。走，出门了。我要上厕所。妈妈走了。妈妈来。妈妈还没下来。这条街就是传说中的绿岛大街，就跟我们垦丁大街其实是有点像，就什么都有。那边有全家，它这边有 Seven， 叫素洗耶，这边还有手摇饮料。吼，垦丁绿岛大街，你看看，哇，绿岛大街。我们来大白鲨看
日落，啊，但是叫云杂条啊，小孩在那边拍照。其实它这前面都是礁石，如果退潮，下午退潮，这边都是嘛几捆嘛，就好剩哎，而且嘛好像生刷，这个沙子是非常粗的沙子，它不至于就是粘的拍不掉那种。可是我都穿袜子了，我不想要下去。可能这几天玩水已经玩得够本。我们看不到日落，我们特地过来要看日落的。燕总，如果湿了就湿了，没关系。本来不碰水了，可是没办法。哇，这个水好干净哦！哇，你看，真干！哇！现在这边是已经暗的了，这边的沙子啊，你看啊、手摸着嘛，感觉好像很难处理，可是没有粘手。这边好，退。Morning， 哦，全身酸痛，你有没有觉得？好了，我们要去吃早餐了，然后吃完早餐回来整理行李，然后下午1点还车回家。今天早上我们朋友伊爸跑步环岛，你是走什么路线？就是那个民宿老板是推荐走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就是这样的，顺时钟。然后这样一圈的话会先上坡，啊，你一开始体力 OK 你就先上啊。日出是从这边上来，所以我在日出前赶快跑这一段的话，就没那么晒。对，可是等于说我要赶在太阳出来前把这一段赶快跑完。然后你这样跑这边回来的话，几乎都是下坡跟平路，你没有那么痛苦。全长环岛8.2 公里，还蛮总共2万多步。对，然后建议早一点点，不要出。几点？你几点出？我4点半出发。就你觉得刚刚好？对，然后我7点前就回来。OK， 如果跑步环岛的，就可以这样子。我们要还这个车子了。等一下2点要坐船了，我们要回去了。先走3宇，我们要回去了，台中站。这是去绿岛的感受。哦，我最喜欢的东西呢，就是去看监狱，然后呢，第2是去潜水，3个就是骑摩托车。那姐姐呢？姐姐喜欢什么？我喜欢潜水，就是去潮间带外面的那个地方。潮间带啊，就是潮间带，我们中寮那个时候没有拍，中寮渔港外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小丑鱼。对，我还看到小丑鱼，还有珊瑚，很美。对啊，超美的。绿岛你有没有觉得很小？我们才5天，我们那个那4、5次岛了吧？所以我们才5天就熟悉人家。你想想看，当地人在那边出生的，就更熟悉了对绿岛。而且我发现啊，他们那边的商店的那个招牌都很不明显，都很特别。可是岛后面，那有没有在岛后面？哦，对，都很特别。然后岛后面，它在离岛5分钟，离海5分钟，离海5分钟。还有什么大叔下面，超难吃的。超难吃牛肉面，那个名字都很特别。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绿岛没有看到卖水果的，没有水果店和菜市场。没有菜市场。哦，没有，它有农会，我没有进去。有吗？绿岛，我觉得他们每一家店好像总体好像什么店都有，比如说卖水饺的、卖面的、卖 Seven 就一家，全家一家，都没有说 Seven 2、3家。没有，就全家和 Seven 各一家，就很均匀。还有他们租车的，也就是租车的机车就只有蓝色跟红色，不会说哇一家开什么店全部都开这样的，不会说恶性的竞争，也不会离得很近。还有那边的海岸，你有没有发现都没什么垃圾？它不会说那种的垃圾飘进来堆积在海边，像我们台湾本岛一样。我觉得绿岛人好像蛮爱他那个土地，所以都会去维护那个环境，自主的。还有就是绿岛的海里面也没什么垃圾，他那边浮潜教练多，下去进滩进海的人就多，就会下去捡垃圾。还有我们家全是招蚊子体质，在那边没有什么蚊子。对，没有被蚊子叮。对啊，我根本没有一个包啊。真的。对，我在那边是敢穿短裤的。你知道怎么分辨当地人跟游客？我知道，
开店的都是当地人，然后像脱衣服、开车的也是当地人，然后像泉水教练也是当地人，去净滩的也是当地人。他们身体的黑跟脸的黑是一样的，同一个颜色。游客的黑是表面上的黑，没有晒到太阳的地方是白的，就是一边黑一边白嘛。这个就是游客，当地人就是黑到连嘴唇都黑了。还有就是你在那个环岛公路上面，环岛的大部分都游客，他们会比较有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然后来回。因为第一天就是刚到了嘛，第一天就没什么下水，最后一天我们也不想要下水。中间也就只有对2、3、4，然后我们2、3、4一整天我们都是穿泳衣，只带2套衣服。下次去要多买几套泳衣，这样子可以交换这样子，要不然就每天玩的时候都穿湿的泳衣。还有就是那个菜瓜布鞋，那个蛮需要的。这边的潜水店全部都是菜瓜布鞋，然后就是那个救生衣，建议还是自己从台湾本岛带去，因为他那边没有在租。除非你是要去那边潜水，然后请教练。可是你没有的话，你自己要下去玩水的话，他们不会租你救生衣，因为他们每一个救生衣都有他们店的那个名称。以前就有一些游客租了救生衣，然后去，结果发生意外了，店家就比较倒霉，就是影响人家。对，就影响人家店的那个声誉，所以现在就没有再租。对。这是我出门就是这样。这个是我朋友送的，您是有人送的。这叫手机背带，它加的是战术背带，手机战术背带，因为它有这个可以挂很多东西。这是太阳眼镜的盒子，这是我的防晒帽、手机、摩托车钥匙，然后不能挂身上的呢，就是放这里，钱啊、相机电池啊、梳子啊什么的。然后我这个可以夹帽子，也可以夹360，夹相机。防晒，大家防晒是很重要。我知道这次出来5天，所以我跟我老婆都是戴这个纱网的这个帽子，看起来像忍者，这样不太好看。不好看，可是管用。因为不能涂防晒霜，因为涂防晒霜会伤害珊瑚，珊瑚会白热化，所以就是可能要。帽子啊、眼镜啊这种都要戴。我的泳裤是那个长裤的，这穿菜瓜布鞋，尽量不要有那个露出来就对了。去监狱那个一定要听他那个导览的，有那个导览跟我们自己看真的差很多，感受不一样。那个导览讲得很清楚，对啊，然后小朋友超爱听的。我原本还以为那个行程是吹冷气的行程，结果没想到做得很好。还有就是我蛮推荐我们。刚刚妹妹说的第2次我们去找的那个浮潜的那个店家叫什么？他们都年轻人，然后都很 nice， 然后他会知道游客想要什么，因为有一些游客他游泳技巧比较好的时候，他会希望尝试一些浮潜、自由潜水，保护我们的情况下，让我们去尝试。就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们去绿岛的所有分享。